男人们徒手挖开妹妹的坟墓，双手抱着她的脸疯狂表达爱意。他们怎么都无法接受心爱之人惨死的事实，竟想着用自己的心头血浇灌来将妹妹冰冷的身躯一点点捂热。在疯狂亲吻了99下后，5个男人竟同时拿出匕首，选择自刎殉情，随即又躺进亲手打造的水晶棺里，决意与他共赴黄泉。苏瑶的灵魂在空中看着这一幕，他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视为垃圾废物的5个男人，会在他被阿姐和渣男害死后，发了疯似的满世界找他，并解决了所有害过他的人。原来那5个曾经被他视为废物的男人，才是世界上最在乎他的人。看着5个男人的身体逐渐被血泥浇筑，苏瑶也在心中暗暗发誓，下辈子定要好好宠爱这5个疼他一生的男人。大概是命运垂怜，他竟重生到被阿姐推入河水那天。阿瑶，灰狗沈景元快速冲破人群，将他叼上岸。苏瑶还没回神，一个和他长得很像的雌性走了出来。苏瑶，笨就别学浮水，这不是就被淹到了？看着这熟悉的场景，苏瑶知道自己重生了。他立刻起身看向苏念冷笑，多谢阿姐关心，不学了。话音未落，他转身扎进深水，如鱼儿般畅游。这一幕狠狠打脸了苏念，也看呆了众人。与痴痴的沈景元，被打脸的苏念只能愤怒地离开，而苏瑶也没有拆穿苏念推自己落水的事，因为在自己没强大之前，他只能暂且按兵不动。上岸后的苏瑶为了弥补前世的亏欠，立刻主动抱着自卑的沈景元，并弱了他的小铃铛。此举动让沈景元一下就宕机了。阿瑶他竟然摸我了！以前苏瑶对他是非打即骂，因为这几个残兽都是他捡来养大的。苏瑶就以妹妹的身份自居，可族长母亲却强行让他娶了这5位，而他心里只有渣男花惊鸿。为表忠心，他常常虐待冷落其他几位受妇，见狗狗害羞的要晕过去了。苏瑶这才放开手，景元哥哥，抱我回山洞吧，我累了。沈景元开心的也不管苏瑶今天为什么转性了，立刻变成雄性兽人将她抱在怀中。而这一幕被躲藏在暗处的5个受妇看到，有4双里头都是羡慕，后默默转身离去。只有花惊鸿这个渣男很是不爽，待在原地。沈景元这个废物狗，凭什么与阿瑶如此亲近？他想着就愤怒地冲了出去，然后顺势抛了一个媚眼给苏瑶。阿瑶，还是让我抱你回去吧。苏瑶想到他前世是如何害自己的，便想无情拒绝，可沈景元却以为苏瑶的心还在花惊鸿身上，便想松开手。感受到手松了，苏瑶知道这狗狗想多了，于是主动搂紧了他的脖子撒娇，景元哥哥，我好累，快点带我回去吧。沈景元还以为自己听错了，可看着怀里小雌性真诚的眼神，他心中狂喜，立刻抱着苏瑶大步流星往山洞而去。看着2人甜蜜离去的背影，花惊鸿凌乱在原地。苏瑶怎么会选择沈景元那条废狗？他不是一向喜欢黏着自己吗？阿瑶，他不甘心的大喊，可苏瑶至始至终没给他一个正眼。他不打算现在就休了花惊鸿，他要利用他，让他去找苏念，然后露出马脚，被抱回山洞。苏瑶换好新的兽群，更是主动邀约，景元哥哥，我今晚去你山洞过夜如何？过夜？沈景元激动到颤抖，在兽世，山洞过夜这代表雌性愿意与雄性交配。阿瑶他这是在邀请自己，妻主他终于看到自己的好了吗？沈景元正想答应，可山洞外面传来了喊声，瑶，不好了，你家穆怀川又在自残，你快赶紧去看看吧。喊话的是好姐妹江朵。苏瑶急得立刻冲出山洞，沈景元心里划过一抹遗憾，不过同样担心穆怀川，连忙化身成兽形让苏瑶坐在背上。他动作很快，一会儿功夫就到了后山。苏瑶让沈景元在外面等他，不要进去。沈景元想反对，但看着苏瑶坚定的样子，还是答应下来。苏瑶冲进去，见榕树下巨鸟正用利爪疯狂撕扯自己，鲜血淋漓。他每次自残也不过是想让苏瑶心疼他一点，可苏瑶只看得到花惊鸿，看不到他。这般想着，他2只爪子越发用力，可这一次流血的却是苏瑶。原来苏瑶用自己的手挡在他面前。穆怀川瞳孔里划过惊惧，妻主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他想要开口解释，一脸怒容的苏瑶却打断了他的话。穆怀川，你怎么可以这样伤害自己？我是你的妻主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你以后不准再自残。看着他滚滚而下的泪水，穆怀川满脸的难以置信。苏瑶居然在关心他的身体，而不是责怪他抓伤了他的胳膊。你长得多好看啊，为什么要自残啊？此话一出，穆怀川刚缓和下来的语气又变了。不是你说我的兽形玷污了你的眼吗？说着他立刻愤怒地化为人形。苏瑶，你这么嫌弃我，就休了我吧，我会离开蛇部落。听闻此话，苏瑶心如刀割，情急点脚吻上他染血的唇。不是的，怀川哥哥，我从未觉得你兽形丑，只是部落里的雌性都说你丑，我为了面子才嘴硬撒谎的，我错了，你别走，我会好好补偿你。苏瑶知道自己之前的话伤透了他，现在说什么都没用，只能让他看到自己的诚意。果然穆怀川的情绪有所松动，你当真不嫌弃我的兽形？当然，你有漂亮的长睫毛、大长腿，不比部落里那些冷冰冰的蛇要好看得多。重生的他知道穆怀川其实是蛇族的天敌蛇鹫，部落里的人没有见过蛇鹫，但还是本能的排挤他。这夸赞让穆怀川心里有些美滋滋的。苏瑶见状乘胜追击，蜻蜓点水的吻了一下，然后撒娇道，怀川哥哥，你走了，阿瑶会为你痛哭的，你舍得阿瑶哭吗？就算是一向冷漠的穆怀川，在听完这些心也彻底软了，用行动表明了自己的态度。直到怀里的苏瑶捶打他的胸口，他才依依不舍地将其放开，任由他趴在自己的怀里大口喘息。这么弱，交配受得住吗？苏瑶脸色爆红，但还是嘴硬，以后试试不就知道了。穆怀川可不是憨厚单纯的沈景元，立马坏笑道，择日不如撞日，就今晚吧，来我山洞。突然咔嚓一声传来，
灌木丛里的沈景元气炸了，顺手掰断了灌木。七主，你今晚不是答应我了吗？他说着立刻走进苏瑶，可刚走近就看见他手臂上的爪印，便回头吼向穆怀川：穆怀川，你竟敢伤了七主！而穆怀川并没有解释，但他这副不解释的样子，在沈景元看来，那就是赤裸裸的藐视自己，于是就要动手。可砰的一声，穆怀川摔倒在地。见此，沈景元立刻变身为兽形，驮着穆怀川和苏瑶回到了部落。蛇部落唯一的医师许明则用治愈异能为穆怀川止了血，再开了些草药，自己就出了山洞。他是蛇部落的大祭司江荣的兽夫之一，也是江朵的父亲。不一会，苏瑶的其他兽夫也来了。鲤鱼兽夫看到苏瑶时，他温和地笑了一下，算是打个招呼，而狐狸兽夫却是一脸戏谑，哟，这回直接躺床上了。走到最后面的是一脸冷凝的白虎兽夫莫霄云。进山洞后，他只是隐晦地瞥了眼石床上的穆怀川，一个眼神都没给旁边的苏瑶。而苏瑶这边，自从莫霄云进山洞后，他就面色痛苦，只因莫霄云乃是蛇部落最厉害的5阶兽人，也是众雌性追捧的对象。可实力强大的他嫁给苏瑶后却无怨无悔，常送烤肉野花。可苏瑶被花惊鸿蛊惑，莫霄云辛辛苦苦打的猎物被苏瑶直接送给花惊鸿。后来在一次打猎中，却遭遇了意外，险些丧命。好不容易被许明泽救回来，也是实力倒退到2阶。从此他就对苏瑶彻底失望。此时苏瑶是被沈景元和穆怀川的斗嘴给拉回思绪的，他立刻站了出来阻止：我不允许兽夫内斗，否则就休了他们。这话成功让2人熄了火。而苏瑶刚想松一口气时，石床上的穆怀川却故意当着众兽夫的面说：苏瑶，今晚别忘了在我山洞过夜。沈景元顿时气得炸毛，七主，明明今晚邀请的是我。其他兽夫见苏瑶转了性也不淡定了，包括之前一直冷脸的莫霄云脸色都变了。狐狸兽夫抢先握住苏瑶的手臂，并低头在他受伤的地方落下一吻。七主，我比他们都懂得伺候你，今晚要不要考虑来我山洞？沈景元瞪他：陆明安，你怎可如此轻浮？穆怀川一时眼眸沉沉，心里已经盘算着包狐狸皮给苏瑶做兽群了。陆明安则不以为意的撇嘴：我是苏瑶的兽夫，怎么就轻浮了？顾荆州和莫霄云虽然没说话，但他们还是可怜巴巴地盯着苏瑶。5个兽夫眼神齐刷刷落在身上，当真有些压力。苏瑶扶额，5个貌美的兽夫，选哪个好呢？虽然说5个都喜欢，但要是5个一起，估计自己一下就嘎了。而他还没想到办法，花惊鸿便冲进山洞。好啊，你们5个居然趁我不在都打起了七主的主意，你们配吗？其他5个兽夫看到他，都不约而同地翻白眼。沈景元指着他不服气道：我们5个也是七主的兽夫，你霸占七主这么久，如今该尊重他自己的意愿。而花惊鸿却无视他们，反而骚包地走到苏瑶面前，准备搂他。七主，你只想和我交配吧？然而手伸来却被苏瑶挡开。花惊鸿不理解，为何苏瑶今日态度大变？莫非他发现自己和苏念私下有往来了不成？而苏瑶才不在乎花惊鸿想什么，他已经找到解决的办法了。看向身后的另外5个兽夫，我宣布今晚谁的山洞都不去，等穆怀川哥哥的伤势彻底好了，我才会考虑去谁的山洞过夜。5个兽夫听到了这话，只当他还是同从前一样不愿意与他们交配。什么等穆怀川伤势彻底好了的话，不过都是推脱的说辞罢了。3人心灰意冷离开了穆怀川的山洞。苏瑶知道他们误会了，但也不去解释，他会用行动向兽夫们证明自己不再是从前那个苏瑶了。沈景元没有离开，但还是强颜欢笑：七主，你做什么决定，景元都会支持你。苏瑶心中一暖，谢谢你。之后沈景元将苏瑶送回了山洞，至始至终苏瑶都没回过花惊鸿一句话，孔雀脸上的笑容越发僵硬。这是他成为苏瑶的兽夫后最丢脸的一天。苏瑶回到山洞，拿了一头兽夫们猎来的猎物，去感谢住在隔壁山洞的江朵。朵朵，这次真谢谢你了。说完话，顺势将猎物放在地上。江朵不想收，可苏瑶以蹭饭为借口。朵朵的兽夫之一是十分擅长厨艺的蛇兽人，和江朵闲聊了一会儿，天就黑了。所以苏瑶刚回到山洞时，就听见一阵阵暧昧刺激的声音从洞外传来。这些声音让他根本没法休息，脑海里控制不住浮现出另外5个兽夫的面孔。他猛地坐了起来，扇了自己一巴掌。今天就该把他们通通收了。而不远处的后山密林中，这么晚叫我出来做什么？苏念皱眉不耐烦地问。花惊鸿看到他脖子上还有新鲜的红印，就明白他刚刚做了啥，于是忍不住咽了咽口水。阿念，我想你了。苏念却一脸嫌弃地看着他，我看你是在苏瑶那里吃了瘪才会想到来找我吧。提到苏瑶，花惊鸿的欲念也消了，干脆一屁股坐在石头上叹息。苏瑶似乎变了，他选择冷落我，很亲近其他几个兽夫。阿念，要不你趁此机会早些将我收了吧。他早就恨不得去做苏念的伴侣了。苏瑶除了美丽的皮囊一无是处，就连摘野果这种小事都得他的兽夫轮流来，不像阿念得到兽神认可，觉醒了木系异能，更是下一任蛇部落的族长。不料听到他这话的苏念却是脸色猛地垮了下来，他笑得有些假。我倒是也想将你尽快收了，但你也知道江青与他们3个醋性都很大，你若现在就成了我的兽夫，他们恐怕会私下为难你。你现在实力又没有他们强，不如先待在苏瑶身边，多耗些资源提升实力呢。可是苏瑶他这般冷落我，日后还能将资源都分给我吗？苏念眸中划过一丝狡诈，你可以像对待莫霄云那样对其他兽夫下手。听到苏念这话，花惊鸿眼睛一亮，立刻把最弱的沈景元当做了目标。可他不知道沈景元其实是一头变异狼。第2天一早，苏瑶刚洗完兽群回山洞，就见一体型优雅高大的身影站在洞口，他直接丢下兽群跑进了对方的怀里。阿父，我好想你，这段时间您究竟去哪了？还不告诉我行踪，我是真的担心你。见女儿眸中含着泪，江侍郎重重叹了口气，阿父并非刻意要瞒你，只是阿父的真实身份有些复杂，由于家族的特殊性，所以每年必须回去一次。那阿父，您为何不带我回去？江侍郎神色严肃的摇头，那个地方你绝对不能去。这还是苏瑶第一次见阿父如
如此强硬的态度，给苏瑶都看傻了。苏瑶却不怪他，开始心疼起来。看来阿父在家族并不好过吧？阿父，你别激动，阿瑶不去就行了。父女二人聊了许久，提到几个寿夫时，僵尸郎劝导阿瑶，我看得出那几个寿夫对你都很不错，你就莫要再执着于花惊鸿一个。前世阿父也总劝，可他好像被花惊鸿灌了迷魂汤一般，总是敷衍着答应，又照样我行我素。这次他才懂阿父的良苦用心，女儿知道了，以后定不会再让阿父为此事操心。僵尸郎听后心中无比欣慰，看了眼天色，起身说，今晚部落举行篝火晚会，你记得带上几个寿夫参加，培养感情。苏瑶颔首，好。临走前，僵尸郎又塞了一套最新款式的寿裙给闺女，每次回来，僵尸郎都会给闺女带不同的礼物。当5个寿夫听说苏瑶要带他们去篝火晚会，顿时激动不已，就连受了重伤的穆怀川都带着伤一瘸一拐的来了。在5人的期待下，苏瑶穿着新寿裙，带了用野花编织的花环来到了广场。几个寿夫眼神齐刷刷落在她身上看吃了，夸赞道，妻主的美貌，寿夫的荣耀，妻主你今日可真美。苏瑶高傲地扬起头，你们的眼光不错，心里却还有一句话没说出口，不过我的眼光可比你们还厉害，直接找到5个最帅的雄性做夫君。而这边花惊鸿也变成了孔雀跳舞给苏瑶看，全部雌性都看呆了，可苏瑶却看都不看，因为苏瑶看着这5个寿夫有些犯了难，她只能拉着2个寿夫的手，除去受伤不能跳舞的穆怀川，无论拉哪2个，其他2位寿夫都会失落。看着冲在前面的陆明安和沈景元，又看了看后面内敛的顾青舟和莫霄云，他还是选择拉了前者的手。他要让顾青舟和莫霄云明白，又争又抢的雄性才有糖吃，在感情里内敛胆怯就是懦弱。故意当着2人的面，他2只手穿过狐狸和狗狗的手，与他们十指相扣，2人高兴的话都说不出来。没被选上的另外2人一脸失落，穆怀川眼眸中满是艳羡和悔意，如果没有自残，那与妻主十指相扣的应该就只有自己了吧。苏瑶和寿夫们跳了很久的舞蹈，又开心的吃了江朵寿夫准备的烤肉。蛇部落的族长苏和突然带着僵尸郎和苏念走到了这边，苏瑶见状便走上前，见过阿母和阿父，可苏和看都没看这个女儿一眼。一旁的苏念见状冷笑，阿母，篝火晚会已经到了尾声，我看很多族人都还意犹未尽，不如来个异能展示吧，选出部落中最强的勇士。周围听到这话的雌性皆嗤之以鼻，这苏念分明是想炫耀他的木系异能，可雄性兽人们纷纷举手赞同，那这异能要如何展示？就像这样，说着苏念手中就出现一道绿色光芒，下一秒光芒中就涌出根根带刺藤条。苏和看着苏念的异能满意的点头，其他兽人也觉得苏念木系异能很厉害，可苏念脸上闪过一丝冷笑，下一秒无数藤蔓就非常不小心地缠住了苏瑶，将她直挺挺地吊在空中。他想要苏瑶当众出丑，可让他没想到的是，苏瑶吊在上面后竟没半点害怕，悠哉悠哉地荡着玩，还阻止了前去救他的兽夫们。一旁的僵尸郎害怕女儿受伤，沉着脸呵斥苏念胡闹，然后看向妻主苏和，你难道就任由他如此不知轻重的胡闹吗？苏和却不以为意，我相信苏念心里有数。苏念见没达到想象中的效果，就直接将人放了下来。其实苏瑶一早就看出这个穿越女打了什么主意，原来阿姐的身体在幼年时就被穿越女夺舍了。苏瑶重生后才知道，现在她明白穿越女不敢真的对自己怎么样，所以在快到地面时就装出一副没站稳模样摔在地上。江朵急忙跑上去扶起她，瑶瑶，你没事吧？说着就准备让她父亲帮忙治疗，却被苏瑶及时拦住，一副可怜兮兮的说，我没事的，只是身子太弱没站稳摔了一跤。经过她的提醒，在场所有人才想起苏瑶从小身娇体弱的事实，看向苏念的目光都变了。苏念身为阿姐，明知苏瑶从小就身子弱，还这般折腾她，大家的眼神看得苏念瞪大双眸，你明明之前在空中都不害怕，下来时却惊慌的摔倒，不至于吧？人不是你绑到空中的吗？我看你就是故意的。江朵气愤地为苏瑶打抱不平，苏念死不承认。一旁的族长苏和这时说道，既然人没事，那就继续吧。一句话便将事情盖了过去。接下来许多雄性兽人都上场展示了自己的异能，而苏念站在一边充满了优越感，还在幻想成为兽氏主宰的他，却突然发现苏瑶竟走到了场地中央。所有兽人都疑惑了，这苏瑶是要干嘛？他该不会也觉醒了异能吧？苏念见状嗤笑，阿瑶，你不会是来展示异能的吧？阿姐真聪明，一下就猜到了。苏念还想嘲讽2句，可下一秒就彻底呆住了。只见苏瑶掌心瞬间迸发耀眼的绿光，这一幕惹得全场惊呼连连。天啊，竟是木系异能！苏瑶竟也觉醒了！我们蛇部落居然一连出了2个拥有木系异能的雌性，这简直是天大的奇迹啊！兽神大人显灵了！所有兽人齐刷刷跪倒在地，脸上写满了无比的虔诚。苏瑶的家人们都在替他感到高兴，部落的雌性则满眼羡慕，而苏念却咬着牙挤出几个字，那真是太好了，恭喜你了。说完他就阴沉着脸退到一旁，接着苏瑶就开始展示木系异能，看起来和苏念的相差无几。不料就在收尾的关键时刻，他突然惊慌地朝兽夫们大喊，糟了，我快控制不住了，快拦住这些藤蔓，千万别伤到人。兽夫们一听，立刻联手用异能压制藤蔓。等藤蔓总算平息后，苏瑶顺势就软软地跌进了沈景元怀里，谁料一根藤蔓猛地绕过众人，啪，狠狠抽在了苏念脸上。这一瞬间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，我的脸！苏念刚准备发飙，沈景元怀里的苏瑶就赶紧道歉，对不起，阿姐，我第一次操控藤蔓，木系异能还有些不受控，姐姐，都怪我不好。见他虚弱地窝在兽夫怀里哭，众人都听得心生怜惜。妻主，这不怪你，你能觉醒木系异能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。苏念毕竟是你亲阿姐，我们都相信她肯定不会怪你的。这些话让苏念一脸变蜜色，他本想问罪的话都只能咽回去。苏和看着那脸上的伤痕，却很是心疼，没那个本事学阿念操控什么藤蔓，害你阿姐受了伤，你这次实在是太过分了，我他喵是亲生的吗？他心中骂着，脸上却泪如雨下。阿母
说的对，是我没本事。僵尸郎看着心疼极了。刚才苏念将瑶瑶吊在天上的时候，您可不是这个态度，怎么瑶瑶难道就不是您的女儿吗？被受夫当众质疑，苏和的脸瞬间冷若冰霜。你是在质疑我这个族长？僵尸郎见他这般，心彻底寒了，叹口气对着苏和作揖，请七主休了我吧。既然你如此不待见阿瑶，那我就带着阿瑶离开蛇部落。这话让苏和一时慌了神，见苏和已经动摇，苏念便知道今日不能再强迫苏瑶道歉了，不如趁机装大度，让阿母更疼他。于是他主动开口，阿母，妹妹肯定不是故意的，我也不怪她，这事就算了吧，不要因为我伤了部落的和气。这话一出，紧张气氛总算缓和。随后苏和带着苏念愤然离去。苏瑶回去时，5个兽夫抢着要护送他。让他惊喜的是，莫萧云竟也鼓起勇气站出来说要送他。既然有进步，那当然是要给予奖励，于是就选择了莫萧云。一路上，莫萧云都只是安静地跟在他身边。等目送苏瑶进入山洞后，莫萧云才转身离开。再回到自己的山洞时，却碰上了脸色阴沉的花惊红。离我山洞远点，我这里不欢迎你。花惊红对他这厌恶态度并不在意。一个只剩下2阶实力的莫萧云，他可不怕。他看见莫萧云送苏瑶，心里不爽，特意跑来他洞口撒气。莫萧云，你现在只是一个2阶的废物，脾气暴躁，嘴又不甜。试问哪个雌性会喜欢你这样没有任何优点的兽夫？花惊红每嘲讽一句，心里就痛快一份，却没注意莫萧云眼中的杀意暴涨。你在找死！吼完，他瞬间化作巨大兽形，张开血盆大口直接朝花惊红吞去。还在嘚瑟的花惊红瞬间感受到了死亡的气息，慌忙化身孔雀冲上天空。莫萧云，你疯了，居然想吃了我！这一下他也怒了，直接使用风系异能狠狠砸向地上的白虎。旧伤还没恢复的莫萧云显然不是孔雀的对手，很快就开始支撑不住。但花惊红也被火系异能烧掉了一些羽毛，他不敢真的下死手，毕竟真把莫萧云给打死，就会触犯蛇部落的禁忌，被关进恐怖的暗楼。他也不想跟这疯子纠缠，撂下2句狠话就仓皇飞走了。见孔雀走了，受伤严重的白虎再也支撑不住，重重砸倒在地。花惊红那番话带给他的伤害比此时身体上的疼痛强上万倍，他眼神中充满绝望。苏瑶，你爱我一点，会死吗？第2日清晨，苏瑶刚伸了个懒腰，就听到山洞外传来狗子的声音：七主，我给你准备了新鲜的野果和水。一听这话，他肚子立刻咕咕叫：景元哥哥，进来吧，这种随时被人投喂的感觉真好。苏瑶吃了几个果子，又喝了一口沈景元递过来的水，连声夸赞好才好喝。沈景元听到被七主夸奖，一脸骄傲：七主，这是我早上在花上接的露水，有一股淡淡花香，就知道你一定会喜欢。喝了一大口后，他猛地亲了沈景元一下，这是给景元哥哥的奖励。突如其来的惊喜让沈景元双颊绯红，暗下决心，以后天天给七主接露水。接着他想起早上的见闻，对了，七主，今早我瞧见那只花孔雀，一身羽毛不知被谁烧了大半，那模样可太滑稽了。苏瑶一听，眉头立刻皱起，拥有火系异能的只有老虎莫萧云。想到这，他突然心中一惊，快，我们去莫萧云的山洞。沈景元一听也明白过来，迅速载着苏瑶来到了莫萧云的山洞前，接着就看到白虎倒在血泊中。看见这一幕，苏瑶心脏骤停了半拍，差点晕倒。沈景元快速变回人身，将其扶住。幸运的是莫萧云还有心跳。沈景元看着变不回人形的老虎犯了难，七主，你在这儿守着，我现在就去将许医师请过来。别去，来不及了。那怎么办？我们总不能白白看着他等死吧？苏瑶没有回答他，而是将自己的手掌放在了老虎身上。嗡，一道柔和白光瞬间亮起。七主居然还有治愈系异能，莫非七主同时拥有2个异能？沈景元不敢置信地看着这一幕，不过却没有问原因。在白光笼罩下，伤口正飞速愈合。莫萧云身上的伤口并不严重，只是引发了曾经旧伤失血过度。在白色光芒的治愈下，体型庞大的白虎终于重新变回了人形。此刻苏瑶才松了口气。七主，这肯定是花惊红做的，你打算怎么做？他希望苏瑶能严惩花惊红，给莫萧云一个公道，但苏瑶却没给他肯定答复。此事还需等莫萧云醒过来再说。见沈景元露出失望的神色，他赶紧解释：景元哥哥，我并非是要袒护他，莫萧云身上的伤口都不足以致命，能看得出来花惊红已经留手了。若直接严惩花惊红，恐怕族人不会同意。这些只是苏瑶对沈景元的说辞，其实最主要的是花惊红身后还有苏念，必须一击致命才行。苏瑶本以为沈景元会对他失望，不想沈景元却笑着说道：不论七主做什么决定，景元都会支持你。因为这些时间他感觉苏瑶确实变了，他在心里已经信任他了。之后苏瑶让沈景元出去做自己的事了，自己留在山洞照顾莫萧云。等莫萧云醒过来的时候，就看到了趴在他石床边上睡得正香的苏瑶，原本还有些疼痛的身体在这一刻仿佛消失了一般。苏瑶绝美的脸蛋就像是精灵一样美丽精致。我好看吗？苏瑶睁着一只眼睛微笑地问着他。莫萧云脸色瞬间变得通红，好看，声音都有些结巴。难道就只想看吗？不想做点别的？苏瑶一脸魅惑地说着。莫萧云听后被口水呛得直咳嗽。好啦，不逗你了，等你伤好了，我们有的是时间。边说苏瑶边轻拍他的背，收起了玩笑的神情，一脸认真地问：萧云哥哥，是花惊红打伤你的吗？莫萧云也没有隐瞒，把事情原本告诉了苏瑶。我之所以会伤得这么严重，也是旧伤复发，不全是他的缘故。听后，苏瑶生气地嘟嘴，那也是他挑衅在先，全是他的错。我们萧云哥哥最厉害了，等你旧伤被治好后，可一定要保护好阿瑶。莫萧云听后瞬间沮丧起来，我这旧伤怕是好不了了。刚说完，眼前就出现一道白光，开始治愈他陈年的伤。可别小看阿瑶，
我一定会治好萧云哥哥的。看着那团白光，莫萧云脸上满是惊愕，不过却一个字都没有问，就那么安静地享受与苏瑶独处的时光。次日，花惊红就被其他兽夫押来了山洞，但他看到苏瑶，就开始恶人先告状：七主，昨天莫萧云变成老虎要吃我，我才被迫还手的。我怎么会想到他就伤会复发的？求七主做主啊！大家见他这样不知悔改，都提议将他送去暗牢，然后让苏瑶将他休掉。苏瑶也想这样做，可想到这样就不能一击打倒苏念，就故意捂着嘴笑道：我早说过不允许兽夫私下打架，但你可是我最宠爱的兽夫，我怎么忍心真将你送去暗牢？这样再有下次，你自己滚吧。这话一出，5个兽夫嘴角的笑意顿时压了下去，不过都各自收敛着情绪，没有说一个字的不满。七主他有自己的考量。接下来的几天，苏瑶住在了莫萧云的山洞。莫萧云现在也理解穆怀川为什么要自残了，他都开始有这个想法了。苏瑶白天会细心照顾他，晚上也会睡在山洞。虽然没有发生什么，但能看着苏瑶绝美的睡颜，莫萧云就已经心满意足了。在苏瑶这几天的治疗下，他那晚受的伤已经全好了，不过以前的旧伤还需要长时间的治疗才能恢复。苏瑶离开莫萧云的山洞后，就遇到了提着篮子的江朵。朵朵，你这是要去森林里摘野果吗？家里的野果快吃完了，想去摘点回来。苏瑶一听，眼睛发亮。朵朵，我也想跟着去采野果。不行，江朵想都没想就直接拒绝。她现在还记得小时候有一次，她带着苏瑶偷偷出去玩，结果苏瑶身体太弱病倒了，她回去可挨了阿母好一顿打。苏瑶也知道她不带自己的原因，于是挽着她的胳膊撒娇：哎呀，朵朵，你就让我去吧，你忘了我现在都已经觉醒异能了，一起去还能保护你呢。江朵听到这话才勉强同意。这还是苏瑶真正意义上的头一次出门，她对森林充满好奇，视线总被前方的野果和野花吸引，结果一不留神就越走越远。等回过神，才发现和江朵走散了，这下她彻底慌了神。而暗处偷窥的苏念攥紧毒藤，看来得让你再死一次了。